开车这事儿，选车比开车还关键。现在网上信息多，但真假难辨，很多车被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就是个吞金兽。今天我就以一个老司机的身份跟大家聊聊2026年最不值得买的17款车。我这可不是瞎说，数据都是实打实查的。1、消费者报告的数据； 2、美国交通安全局的投诉记录； 3、各大车主论坛的血泪史； 4、还有那惨不忍睹的二手车保值率。咱们先说最离谱的一台车，排行榜的冠军。美国一家权威机构说它最靠谱，是电动车的标杆，可德国那边同样权威的检测机构拿着测试数据报告啪一下打脸了，说这是10年来最差的车。我的天，这俩能一块看吗？这就像你女朋友问你，我和你妈掉水里，你先救谁？左右都是坑。一个是安全隐患，说不定哪天车就在你车库里自燃了；一个是经济上血亏，5年时间车价腰斩都不止，可能亏掉一辆好车钱。所以说，各位朋友，买车这事儿得多方打听，别光听厂家或者网上营销的一面之词。这份名单里的车你买了，绝对是花钱买罪受。第17名，宝马 iX。今天我们不聊那些虚的，直接来盘一盘最近在车圈闹得沸沸扬扬的宝马 iX。这台定位旗舰的电动 SUV 销量和口碑却遭遇了滑铁卢，问题到底出在哪？我们来看几个扎心的数据。第一，价格，官方指导价在76万到112万之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起点，消费者对它的期待值自然也拉满。第二，可靠性。从去年7月起，大批车主反映车辆的 WiFi 系统存在严重故障，宝马官方也承认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设计缺陷。但问题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们接触到一位车主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他在短短几个月内，为了修复 WiFi 问题，不得不5次往返于 4S 店。但更糟糕的是，他的暖风机在2025年1月彻底失灵，在寒冷的冬季，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作为补偿，经销商为他提供了一台非作为代步车，但这台代步车在低温环境下续航里程只能达到60到70英里，约100-112公里，实用性非常有限。而它的 iX 在 4S 店的维修周期长达5天，期间它只能依靠这台续航焦虑代步车勉强出行。除了这些持续性的软件和功能问题， X 的安全问题也备受关注。2022年至2025年款的车型因为高压电池存在火灾风险，电机软件可能导致动力中断，充电单元制造错误等原因，已经经历了多次官方召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不容小觑。综合来看，当消费者花费数十万元购买一台豪华品牌旗舰电动车时，他们期待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昂贵的壳子，而是稳定可靠的基本功能。宝马 iX 目前所展现出的恰恰是这些最基础保障的缺失。对于这样的产品，我们只能说它的产品力与它的定价严重不符。第16名，林肯 Corsair Fab。 接下来咱们聊一个有点意思的车。话说林肯最近也搞了个插电混动车型叫 Corsair Fab， 本来是想跟奔驰、宝马这些德国豪华品牌掰掰手腕，分一杯新能源市场的羹。但是最近有个榜单叫消费者报告，把这款车列为了2026年10大最不可靠的车型之一，而且插混版本的问题特别突出，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消费者报告对美国本土品牌，尤其是林肯这种通常是比较宽容的，这次能直接点名批评，甚至说问题尤其严重，那基本就坐实了这车毛病确实不小。这其实反映了一个行业里很常见的现象，很多品牌为了尽快推进电气化，赶在技术完全成熟之前就把混动车型给推出来了，结果呢，车主就成了小白鼠，在实际使用中各种问题频发。福特作为林肯的母公司，在豪华品牌的电气化转型上，看来是步子迈得太大了，有点没站稳脚跟。最终买单的还是咱们林肯的车主。所以你看，这车本质上就是个披着林肯外衣的插电混动可靠性噩梦。花着豪车的钱买个让人不省心的车，这性价比属实是有点低了。第15名 GMC Acadia。这车厂自己天天吹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说什么专业级品质，听着就特高级，跟开个工作室似的。结果你一上手，好家伙，质量烂的跟路边摊炒饭似的。消费者报告都看不下去了，直接把它拉进黑名单，评为了2026年10大最不靠谱的车，这荣誉绝了。为啥？网上全是车主在哭爹喊娘，什么电气故障、变速箱出问题，花样百出。最气人的是找 GMC 官方，人家不是表示无力解决，就是干脆不理你，就跟你欠他钱似的。更逗的是啥？他有个亲兄弟叫雪佛兰 Traverse， 俩车压根儿就是亲生的，用的零件、生产线都一模一样。可你猜怎么着？那个 Traverse 的质量甩他10条街，说白了就一爹生俩娃，一个考上了清华，另一个小学都毕不了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我觉得 GMC 把钱都拿去搞营销了，雇了一堆人天天在网上吹牛逼，结果真正造车的时候，是不是焊枪都拿不稳了？ GMC， 你这专业级怕不是专治强迫症？ Hello， 各位老铁，今天咱们聊个有点狠的角色。根据某个榜单，马自达 CX-90插混版排在第14名，但这个排名背后原因可太硬核了。先看一个硬核数据，在消费者报告的可靠性评分里，它只有可怜的20分，满分100。对比一下它的非混动兄弟，还能拿到33分，这么一比，插电版的20分，属实是独一档的差了。这车意义不一般，是马自达的首款3排座豪华 SUV， 本想冲击一下高端市场，结果呢，高端没冲上去，召回榜倒是冲成了第一。从2023年6月到今年9月，27个月内连续召回11次，这频率高的有点吓人，平均2个月多就得回炉重造一次，这到底是买车还是买了个定时炸弹呢？问题出在哪儿？主要就2个地方：控制电池的软件，还有动力系统的模块。这俩东西要是脑死亡了，最直接的2个后果就是打不着火，发动机重新启动失败，突然没力，在正常行驶中动力中断。这2种情况，无论是在高速飞驰还是市区堵车，都等于把驾驶员和乘客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除了这2个致命问题，还有些奇葩召回，比如有一次是燃油表失灵，而且还没任何警报，这意味着你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油给跑干，直接把车扔在半路，这得多坑。另一次召回，电源单元出问题，会影响电池的温度管理、保养这些核心功能。所以你看，核心的动力系统反反复复出问题，发动机重启、电机驱动都靠不住。按理说，一个全新的平台，初期有点 bug 不奇怪，但27个月11次召回，这已经不是 bug 了。这是史诗级的车祸现场了。说白了，这感觉就像是马自达直接把未经充分测试的工程测试车卖给了消费者，让我们车主花钱当他们的活体测试员和碰撞假人。这波操作真得给马自达点个大大的问号。兄弟们，今天咱们来聊聊榜上有名但名头不太光彩的一台车——捷恩斯的 GV60。本来这车看着挺唬人，挂着捷恩斯的名号，说是豪华电动车，开起来呢底盘稳，方向也跟手，感觉还行。但是 重点来了，这车有个大雷，跟个定时炸弹似的。美国那个消费者报告不是瞎掰的，直接给他打了21分，满分100。就这可靠性，我都怀疑是不是他们故意的。更吓人的是啥？召回，而且是2次。第一次2023年说它的后驱动轴可能直接给你干断了，开着开着后轴嗝屁了，这车还怎么开？想想都后怕。第2次2024年还是后驱动轴，说是厂家的热处理没做好，还是可能在路上给你掰断，你品，你细品。最骚的是啥？还有个充电系统的问题，开着高速呢，车充不进电了，动力直接掉链子，你一脚油门下去，车不走，后面的车都给你怼上去了。这时候你精准的操控有个屁用啊！我跟你讲，开这种车心里最大的想法就是千万别断，千万别断。要是后轴真断了，就算你再会开车，开得多顺，时速112公里、70英里，那也全是白搭，车直接就失控了，这不就是给自己找罪受吗？第12名，克莱斯勒 Pacifica 混合动力车。家人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车简直就是一个薛定谔的可靠性。它是什么？它就是克莱斯勒 Pacifica 混动，你敢信？在消费者报告的可靠性大赏里，它直接被发配到了第12名的冷板凳上。这个分数有多低？满分100，它只拿了28分，这是什么概念？这就跟期末考试别人都奔着及格去，他直接交了张白卷，老师还给了点同情分。再来看看别的学霸是怎么考的：一、丰田塞纳59分，妥妥的3好学生；二、本田奥德赛43分，也是优等生水平。看到这分数，我都替 Pacifica 捏一把汗，哥们儿，你这不是去考试的，你是去炸场子的。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车它又没有那么一无是处，消费者报告也夸它说它的底盘、悬挂、转向那是顶呱呱，开起来感觉贼棒，操控满分，路测得分高达84分，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一个学霸，除了主科可靠性是零蛋，其他的体育、美术、音乐样样精通，你说气不气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很简单，就是他的心脏混合动力系统，他就像一个肌肉猛男，身体倍儿棒，但心脏却是个豆腐渣工程。动力系统直接拖垮了总分，这不就跟他家兄弟 Jeep 大切诺基插电混动一样吗？祖传的心脏病。所以结论是什么？想买 MPV， 如果你想图个省心，钱包还比较紧张，那闭着眼睛选丰田塞纳就对了。它不仅价格更低，那个可靠性还是 Pacifica 的2倍。想买 Pacifica， 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它的底盘和内饰，并且是个老司机，能接受它时不时给你惊喜，不然三思啊，兄弟。
第11名，起亚 EV9。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起亚 EV9的最新事件，它直接触及了现代智能汽车的核心痛点——软件可靠性。根据 Motor Trend 的最新报道，在2月25日前后，部分起亚 EV9 用户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网络连接故障。问题持续数日，影响范围非常广。一位评测员在密歇根进行测试时，记录到了几个非常致命的故障点。第一，在零下8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车辆的远程空调预热功能完全失效。第二，也是更致命的，整个导航系统陷入瘫痪。这意味着车辆既无法规划路线，更无法指引用户前往充电站。对于一台电动车来说，这几乎是灾难性的。这直接导致了用户体验的急剧下滑，用户不仅对车辆的网络性能失去信心，也对起亚在故障期间的客户服务表达了强烈不满。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起亚急于在3排座电动 SUV 市场抢占先机，与特斯拉 Model X 和 Rivian RES 等对手竞争。这种战略上的急迫感，是否导致了软件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忙推向市场？在我看来，一台售价高达6万美元的旗舰产品，其核心的智能互联功能理应是稳定可靠的。当它在最需要保障出行安全和舒适性的关键时刻出现如此基础的故障时，这暴露的不仅仅是软件问题，更是产品战略上的风险。第10名 Rivian RET。嘿，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话题：纸面实力最拉胯的电动卡车。本来我以为这顶桂冠非特斯拉的 Cybertruck 莫属，毕竟它延迟了那么久。但您猜怎么着？最近有一款新晋选手硬是把这个名头给抢了，它就是 Rivian RET。可能有人会反驳 ，Rivian 的越野性能多强，参数多牛啊？没错，但在可靠性面前，这些全都成了纸老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权威机构消费者报告可是把 RET 的2026款列为了年度最不可靠车型之一。要知道，消费者报告本身是挺支持电车发展的，能让他们给出这种评价，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也说明了问题有多严重。那 Rivian 到底怎么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就俩字儿：赶工。作为一个新势力 ，Rivian 要面对福特 F150 Lightning 和特斯拉 Cybertruck 这2大巨头，压力山大。为了尽快交付，为了满足华尔街的投资人的胃口，他们在品控上可以说是开了绿灯。结果呢，把冲 KPI 当成了首要任务，而把造好车这件事儿给放到了后面。所以问题就来了，车主们普遍反馈，车上的小毛病不断，什么电器故障、软件死机，还有各种异响和装配问题，甚至有车评人开玩笑说 Rivian 的做工把当年那个被当成笑柄的 Yugo 汽车都比下去了。您想啊，一家本可以站在特斯拉肩膀上吸取早期经验教训的公司，结果呢，非但没学到教训，反而把老问题又玩了一遍，甚至还发扬光大了，这真的是非常可惜。RET 确实有很多创新的功能，设计也很前卫，但说到底，一辆车你花了几十万，不是总往修理厂跑的。对，当它不能成为你探索户外的伙伴，而是让你在修车店里度日的时候，那些酷炫的参数还有啥意义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入手一台 RET， 那可靠性这件事儿可能真得掂量掂量了。第9名 Ram 1500，这次的评选结果可以说相当令人意外，或者说相当扎心。Ram 1500这次表现非常不理想，问题出在哪儿呢？核心问题其实是它的母公司 Stellantis。我们能看到 Stellantis 近2年的质量控制水平确实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下滑，同时公司的财务压力也很大，连续处于亏损状态。这2点结合起来，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生产环节可能出现一些妥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偷工减料。更讽刺的是 Ram 这次的表现竟然让一直以来问题缠身的福特 F150 都相形见绌。这话说的可能有点重，但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你的可靠性甚至被一个公认的问题学生给比下去了，那只能说明你确实跌入了谷底。我们可以看看 Ram 自己的营销，它一直在强调车辆的坚固耐用，在各种极端环境下工作。但现实是，很多车主的反馈是，他们要面对的是层出不穷的电器故障、变速箱问题以及频繁的返厂维修，而且这些问题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解决，而是反复出现。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已经超出了产品本身，它和 Stellantis 的公司战略、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市场规划都紧密相连。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皮卡市场，可靠性是品牌的生命线。当一个品牌开始在这条生命线上掉链子，并且母公司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时，它未来的发展确实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值得我们所有人关注。排名第8，大众 ID.4。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辆大家很熟悉，但又可能不太了解它另一面的车——大众 ID.4。在最新的可靠性榜单上，它排第8，但这个第8名背后反映的问题可能比名次要严重得多。我们先从一个宏观的数据看 JD。
Power 发布的报告中，大众汽车品牌的可靠性得分是34分，满分100，在全品牌里排倒数第5。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意味着它的品控和稳定性存在严重问题。具体到 ID.4 这款车上，问题更加突出。报告指出，每100辆车出现的问题数高达285个，远超行业平均的202个。这说明，从用户日常的体验来看 ，ID.4 的故障率非常高。这些故障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梳理一下，首先是核心的电池系统，它曾因起火风险被官方召回。当时的召回要求是，车主必须将车辆停放在室外，并且充电量上限要设为80%。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软件或电子故障了，它直接指向了电池单元模块的硬件缺陷，比如电极错位，这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其次是内外饰和电子系统、后视摄像头故障、变速箱档位显示错误、门把手设计缺陷需要召回，这些都是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硬伤。最影响高级感的是它的车机软件，大量的车主反馈，车机系统非常不稳定，比如每次熄火重启后，你精心选择的驾驶模式就重置回默认了，你设置的定速巡航距离也保存不了。最让人担心的一位车主反馈，在高速公路上，车辆的闪光灯和喇叭会随机触发，他自己都感叹，幸好没人因此开枪。这种不可控的电子干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有意思的是，大众似乎也意识到了软件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推迟了下一代 ID.4 的发布，据称就是为了集中精力解决软件难题。但问题是，软件还没搞好，当前这一代 ID.4 却已经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燃烧的情况，有些甚至是自燃。所以，当你在考虑 ID.4 时，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德系品质的传统印象，更是一份包含了高故障率、安全隐患和软件翻车的真实成绩单。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第7名，福特 F150。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卡车圈里绕不开的话题，也是福特 F150 车主们最关心的问题——备受争议的时速变速箱。据说它从发布到现在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先从最新的车主反馈说起。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信息，从2024款到2025款，很多车主都遇到了一个共同的困扰：变速箱的顿挫感，尤其是在低速行驶的1到4档。这个问题似乎并没因为车型的更新而得到根治，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更有甚者，一些新车甚至在完成首次保养之前就出现了阀体故障。我记得有一位2024款的车主向我们反馈，他的车行驶了大约6000英里后就遭遇了齿轮电磁阀的故障。这不禁让人思考，新款的变速箱在质量控制上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Power Boost 混合动力系统，它在提升燃油经济性的同时，似乎也拉低了整个车系的可靠性。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是，仅2025款车型就发布了高达9次的召回，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福特为什么要召回这么多次呢？根据公开的召回文件，核心问题指向了变速箱阀体的加工不当。这听起来像是生产环节的失误，但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驾驶体验。车主们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换挡品质下降，顿挫感明显，不再是宣传中的如丝般顺滑；二、动力响应异常，换挡延迟，有时甚至会感觉到明显的动力中断或打滑；三、潜在的故障风险，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意外熄火，或者出现机油消耗过量的问题。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福特在不断尝试通过软件更新、零件替换等方式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车友论坛上的讨论却从偶尔不顺滑变成了令人恐惧的糟糕经历。这说明他们反复的修复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当我们谈论一台价值7万美元的卡车如此频繁的召回，必然会让消费者对它的工程设计和质量控制产生巨大的疑问。当一家公司连自家最核心、最畅销的产品的变速箱都无法保证稳定可靠时，这背后反映的恐怕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技术短板。所以结论是什么？对于消费者而言， F150 的时速变速箱目前看来依然是一个需要赌一把的选项。它在带来平顺驾驶体验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个显著且持续的可靠性风险。在做出购买决定前，我建议你一定要多方查阅最新的用户反馈和可靠性报告，因为这很可能影响你未来好几年的用车体验。第5名，本田思域涡轮增压车型。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本田思域。但这期视频不是吹捧它，而是要深度剖析一下为什么这个曾经的神车最近几年却频繁陷入各种质量和安全的泥潭里，这背后的问题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
我们先从2016款开始说起，当时本田开始大规模推广其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气缸垫片的设计缺陷会导致冷却液泄漏，污染机油，最终造成发动机过早损坏。这个问题影响范围非常广，包括2016到2020款的思域，以及同期雅阁、CR-V、RDX 和 TLX 等多款车型。这不仅仅是小修小补。有位车主的亲身经历是，第一次维修就花费了1300多美元，但仅仅2个月后问题复发，又花了1200多美元。这说明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可能让车辆价值瞬间清零的硬伤。如果说老款的问题是慢性病，那新款2025款思域的问题就更像是急性病，而且一上来就是王炸。第一，转向系统召回，涉及车辆高达1700万辆，核心问题是转向齿轮箱可能失效，导致转向变得异常沉重，甚至在行驶中增加碰撞风险。1700万辆，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召回的范畴，更像是一次品牌危机。第二，燃油系统问题，问题发生后维修却跟不上，配件短缺导致车主需要等待数月才能得到解决。这意味着你购买了一辆存在安全隐患的汽车，同时享受不到应有的售后服务。最令人担忧的是德克萨斯州那位车主的遭遇，他的2025款思域提车仅6周就在高速公路上起火。虽然官方调查尚未最终定论，但矛头普遍指向燃油泵故障。一个全新的产品出现如此极端的安全问题，这直接动摇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基础。那么本田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其实反映了整个汽车行业在转型期的困境。传统上，本田以其自吸发动机，特别是 V6 发动机的可靠性和耐用性闻名。但为了应对节能减排的法规和消费者的性能需求，各大厂商纷纷转向涡轮增压和直喷技术。这种技术路线的复杂性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机油稀释问题。当一位本田车主在网上无奈地写道，这些车就是废铁 V6 发动机好得多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失望，更是对本田初心丢失的惋惜。你从他的话里能听出，他知道这不是小毛病，而是某个根本性的东西坏了。本田思域无论是老款还是新款，都面临着严峻的质量考验。从发动机的硬件缺陷到新车的转向燃油系统安全隐患，背后反映的是追求技术创新与保证传统可靠之间失衡的困境。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在购买本田，特别是其涡轮增压车型时，除了关注性能和价格，更应该深入调研其历史质量和口碑。毕竟，一辆车的价值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安全可靠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上。第4名，路虎揽胜。大家好，今天咱们不聊性能，不聊设计，我们来聊聊钱，聊聊一辆车到底有多烧钱。就以路虎揽胜为例，很多人都说它是公路之王，但你有没有算过，当上这个王，你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一辆厂商指导价115000美金的路虎揽胜，5年后它的价值只剩下多少？答案是直接缩水了 65.8%， 也就是72000多美金不见了。这笔钱够很多人付个房子的首付了。它的贬值曲线非常吓人，第1年掉 30%， 这还算是个豪车正常的新车折损率，但紧接着第2年再掉 7%， 然后到了第3年哗一下暴跌 70%，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前3年你的大部分车钱就已经蒸发了，10年后你当初的投资几乎全部亏光，车子只值17000美金，占原价的 15%， 但这只是裸亏，咱们再算上其他隐形成本。美国人一年平均开13000英里，算下来这车每年贬值这一项就让你损失14000美金。除此之外，5年平均的保险一年要18000，油费、保养费，特别是揽胜那种动辄上千美金的保养项目，每一项都是一把锋利的刀，在持续的割你的钱包。所以你问我路虎揽胜最可靠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就是它会非常可靠地以一种你无法追赶的速度把你口袋里的钱掏光。它带来的不是身份和品味，而是一个不断失血的财务黑洞，这值得吗？第3名，2025款丰田凯美瑞。嘿，各位老铁们，今天咱们来聊一款车，一款最近在网上炒翻天但热度全差评的车，2025款丰田凯美瑞。按理说凯美瑞这名字一听就是中高级轿车的标杆，是那种家用车的定海神针。但最近一些车主不干了，他们管这款车叫啥？一堆废铁混合动力垃圾车。这话说的也太狠了。但如果你看完他们列出来的这些问题，你可能会觉得这话说的好像还真有点道理。第一个问题就非常离谱，挡风玻璃莫名其妙就裂了，车主们发誓车停在那儿什么都没碰到，就是自己裂开的。
你没看错，不是被小石子崩的，就是没来由的开裂，这安全感直接降到冰点。再说说这个全景天窗，听着挺高级，但现实是可能就打开那么一次，它就开始嘎嘎吱吱的叫个不停，跟个上了年纪的老门似的。有位车主送去 4S 店修了2次，每次都得把整个车顶拆开，结果问题依旧。最后他彻底怒了，直接放话：我这车从生出来就这样，我可不要。更奇葩的来了，前保险杠。很多车主都发现这保险杠和前大灯的缝隙对不齐，歪歪扭扭的。你想知道丰田官方给的修复方案是什么吗？听着像不像你家 DIY 用个热风枪把塑料边缘烤软了，然后硬生生把它塞进大灯下面去？这操作，一位车主无奈地说，这顶多算个临时工，能撑多久谁也不知道。很多人怀疑丰田是不是在设计图都没画完的情况下就急着把车给推出来了。好了，吐槽完了外观和异响，咱们说说命门、安全和驾驶质感。意外加速这个词你敢信？是真有车主遇到了，直接冲穿了车库的墙。经销商呢查了半天，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原因不明。还有急刹车，电池突然没电，这可是混动车啊，混动系统的核心出问题，这车还怎么开？一位车主说，这车的软件简直烂透了，连在导航里设个家庭地址都做不到，你说离不离谱？日常的体验也是一言难尽，雨天开车，雨刮器慢得让人心慌，慢到不安全，座椅也硬得要命，没有任何缓冲。有个车主说开久了肋骨都疼得不行，最后还得去看物理治疗。最让人扎心的还是老丰田车主的心声。很多开过老款凯美瑞，比如2018款的车主，他们打电话来投诉，说这新款凯美瑞简直是全面降级，无论是做工、用料还是品控，感觉丰田的金字招牌好像一夜之间就生锈了。所以2025款丰田凯美瑞真的是一款全面崩盘的车型吗？这些问题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丰田会给出一个让消费者满意的答复吗？这家日本曾经的汽车巨头现在是真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你觉得呢？评论区聊聊。第二名 Jeep Grand Cherokee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今天咱们要聊的这车可能让不少 Jeep 粉都寒了心，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Jeep 大切诺基插电混动版。为什么说它心寒？因为它刚被权威的消费者报告点名了，可靠性评分直接拉到历史新低，只有22分，满分100啊，朋友们，连个及格线都够不着，这成绩基本上就是在说别买快跑，但别急着划走，它到底有多坑？今天我给你扒得明明白白。第一，也是最致命的一点，起火风险。这可不是开玩笑，厂家直接宣布，因为电池包里那层关键的膜出问题了，导致有高达32万台大切诺基插混版被全球召回。我的天，32万台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就是街上你看到的所有大切诺基插混都得回去检查，厂家都给车主发通知了，强烈建议你把车停室外，别停家里车库，以防万一。他们还特别提醒，在找到完美解决方案之前，先别给车充电了。你想啊，一辆几十万的豪华 SUV， 你连都不敢让它充电，这心里得多膈应。光是不敢充电还不够，软件这块更是灾难。又差不多有9.2万台车因为软件问题再次被召回。什么毛病？最直接的就是开着开着动力突然没了，在高速上或者快到路口的时候动力突然消失，这想想都后背发凉。最关键的是厂家自己也说了，这个毛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完美的修复方案。你品，你细品，花钱买的车既怕它自燃又怕它半路趴窝，这哪是买车，这是买个祖宗供着啊。那就算你运气好没遇上这些问题，这车也是个吞金兽。5年时间它的贬值率高达68%，这意味着你花6万多美元买的车5年后只值不到2万，再加上这车本身就不怎么靠谱，10年下来的预估维修费又得1万多，算下来从你买它的那一刻起，车子本身就已经让你亏了将近4万美金。这钱打水漂了，根本收不回来。有人可能会说，我买的是汽油版，插混版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你就想多了。汽油版的大切诺基也是一身病，比如说无缘无故就熄火，开着开着就歇菜了，各种传感器坏掉，电路出问题。最让人崩溃的是变速箱，换挡顿挫感特别明显，甚至会突然跳档，开起来跟抽风一样。美国的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 NHTSA 都看不下去了，在收到了20多位车主的投诉之后，已经重新启动了对后螺旋弹簧缺陷的调查。这说明什么？说明年初厂家所谓的召回维修根本就没把问题彻底解决。所以你看，无论是插混版还是汽油版 Jeep 大切诺基这波操作真的是把品牌口碑都快做没了。从让人闻风丧胆的起火风险，到让人心惊肉跳的动力失效，再到保值率低到感人，再加上各种甩不掉的小毛病，这车真的不建议你碰。屏幕前的你对这台 Jeep 大切诺基有什么看法？你身边有朋友买了吗？评论区聊聊。第一名，2026款特斯拉 Model Y Juniper。嘿，各位车迷朋友们，
今天咱们要聊一辆车，它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火的 SUV， 没有之一。但同时，它可能也是你买到手里之后最让人头疼的车。矛盾吗？太矛盾了。一边是权威机构消费者报告说它会是2026年最可靠的电动车，另一边是德国最严苛的车辆检验机构 TÜV 给了它一个堪称史诗级的评价，10年以来最不靠谱的车型。严重缺陷率高达173%，这是什么概念？我给你翻译一下，这车平均每辆车得有1.73个致命的硬伤，而同期表现最好的车，比如菲亚特 500E， 缺陷率只有3%至4%，差了快50倍。这简直像说一个连续3年高考状元，结果入学考试居然交了白卷。咱们今天就深扒一下这台特斯拉 Model Y 到底经历了什么，咱们得搞清楚这个173%的缺陷率到底是个啥。TÜV 这家伙在德国那就是汽车界的阎王爷，极其严格。他们看的是什么？刹车、悬挂、底盘、灯光，这些关乎生命安全的硬核机械部件，软件 bug 不归他们管，所以这个数字相当有分量。那为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呢？咱们直接上车主的血泪史。我手里有个案例，一位车主的 Model Y 刚提了4周，没错，4周不是4年，结果就在回家的路上，2小时车程的地方直接抛锚在半路，打了半小时救援电话，结果被告知哥们儿车动不了了，你打个 Uber 回家，120美元账单我们不管。最后一查，罪魁祸首竟然是线束里一根电线松了，你说这离不离谱？更离谱的还在后面，这车还没正式交付给大众，召回通知就已经发了好几次了，光一个型号的召回量就超过了5万辆，原因五花八门。1. 电池接触器可能失效，直接导致动力丧失； 2. 倒车灯不亮，直接违反了联邦安全法规； 3. 座椅可能没拧紧，万一撞车了，安全带能拉住你吗？4. 还有 GPS 失灵，摄像头失效，自动驾驶电脑要换，更别说软件问题了，蓝牙卡顿初始化失败，特斯拉自己也承认了，说等后续固件更新修复。说白了，这车现在就像一个没装修完的毛坯房，就直接让你入住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消费者报告和 TÜV 这两个看似都挺牛的机构，怎么给出的结论能差这么多？我个人看法是，消费者报告可能更多是基于特斯拉的品牌口碑、技术前瞻性以及过去的数据模型在做预测，而 TÜV 它看的是实打实的已经上路跑的车，尤其是那些过了质保期开始出毛病的二手车。Model Y 作为一个新款大量新车还没进入二手车市场， TÜV 的数据可能更多的指向了早期版本的遗留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当一个连续3年全球销冠，同时可能成为路上最不靠谱的车之一，这个反差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其实这事儿不止特斯拉，你看丰田以前是开不坏的代名词，现在也面临巨大挑战。本田也正在因为发动机问题打官司，整个汽车行业都在经历巨变。为了追求性能和数据，很多厂商开始软件优先，反而把传统车企最看重的耐用性和质量控制给扔了。市场宣传和真实体验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的大。所以咱们给所有想在明年买车的朋友提个醒，别再迷信那些年度车型之类的颁奖了，真正有用的信息在这些地方。车主论坛看看真实车主都在吐槽什么。 2NHTSA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查查官方的投诉和召回记录。3. 真实的二手车残值数据，一辆车好不好用，残值率不会说谎，这些才是保护你钱包和驾驶体验的照妖镜。如果你对这些曾经被吹上天，最后惨遭打脸的未来之车感兴趣，比如那些技术超前但问题连连的车型，我们专门做了一期视频，盘点了12个这样的典型案例。感兴趣的话，记得点个订阅，下期视频咱们不见不散。